你杀了我吧，给我个痛快！这天牢的阴气钻进骨髓，老子一刻也受不了了。老哥，听我一句劝，再熬2天。老子生不如死，为何还要等？因为后日便是冬至，按大魏律法，冬至那天咽气的囚犯，官府会出1两银子的安葬费。你要是今日死了，我就拿不到钱了。我都要死了，还得替你省那点钱。那是自然，死者为大，您就当行行好，成全兄弟这一回。说出来怕是没人相信，我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前世下班路上遭遇意外，转世到了这具同名同姓的身体里，直到今日年满18，才彻底觉醒前世的记忆与宿慧。原主也是陈然，18岁，世代都是狱卒，标准的狱2代。只可惜这个2代半点风光都没有。半个月前，原主当值时不慎打了个盹，被新来的顶头上司王校尉抓来现行。那人拿他杀鸡儆猴，直接把他发配到这丁字号死牢职业。这里关的全是穷凶极恶的江湖歹人，阴煞之气浓郁之极。原主体质本就孱弱，日夜被煞气侵蚀，昨夜又染上风寒，差点就此一命呜呼。若非觉醒前世宿慧，勉强稳住气血，现在怕是已经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了。开局地狱难度啊！这具身体实在太弱了，王校尉故意把我丢到死牢，分明就是想借这里的阴煞之气除掉我。没有武功傍身，在这天牢根本活不下去。金手指，镇守天牢1日，奖励1年功力。当前状态未领取，是否领取？领取，必须领取。现在浑身都充满戾气，在大魏武道分9品，而我距离武道9品炼皮境界只差1步了。寻常人苦修数年才能入门，我一瞬就做到了，1天便能长1年功夫。这天牢简直就是刷经验的宝地。王校尉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如今先苟住性命，悄悄变强，早晚有清算的一天。陈然，你哪儿去了？赶紧过来送饭！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想饿死里面的囚犯们！奇怪，这小子今天怎么不一样了？往日提个桶都费劲儿。难不成偷偷吃了什么补品？小哥，给口酒喝。哎呦，银子！城南老槐树下埋着500两银子，全都给你。参与犯人因果，可获得额外奖励，参与度越高，奖励越丰厚。活不过今晚，既然都要死了，不如废物利用一下。这可是送上门的经验包啊！500两。对，只要你给我酒，再帮我送一封信就行。送信给谁？送给春风楼的红玉。春风楼那位寡妇，我略有耳闻，她丈夫过世后便一直独居，你为何要给她送信？我就是想告诉他，他当年的相公是被我亲手害死的。可惜，我不喝酒，也不会帮你送信。你不得好死！借你吉言，不过我肯定比你活得久。犯人赵三已死亡，参与度欠算中，参与度极低，获得奖励3个月功力。
又是一波功力入账，蚊子腿再小也是肉，这买卖实在划算。只是简单搭话就有奖励，若是深度参与，甚至亲手了结恶徒，奖励会不会更多？说不定还能拿到他的轻功功法。这天牢简直就是做宝藏之地。陈然，发什么呆呢？站在这儿一动不动的。哟，死人了，真是倒霉！大半夜还要忙活，赶紧把尸体拖出去，扔到后山乱葬岗，别搁这儿发臭，影响其他囚犯。是，张哥。安心去吧，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。不过你这辈子恶事做尽，想来下辈子也难有好归宿喽。哎，你小子今天吃什么大力丸了？以前拖具尸体，咱俩一起抬都费劲儿，你如今单手就搞定了。张哥说笑了，我就是想快点干完活，早点回去歇息。行了行了，别找借口了。看你以前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往后少去勾连瓦舍闲逛，多吃点东西补补身子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，最近京城可不太平，红莲魔教不少教徒都被抓进天牢了，你执勤的时候千万多加小心。哦，红莲魔教，不光是普通教徒，就连魔教那位圣女都和镇魔司的人动过手，最后也被拿下了。我可是听王少尉亲口说的，过几日就要押送到咱们这天牢里关押。多谢张哥提醒，我日后一定多加留意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多谢老兄送来的3个月功力，一路走好。虽然有了金手指，但也不能懈怠。这片江湖与朝堂处处藏着杀机，唯有不断变强，才能安稳活下去。长春功是每个狱卒都会下发的断体功法，只是一门基础内功，没什么杀伤力，主打一个中正平和。长春功，起势静心，导气入脉。换作从前，我练半个月都攒不出一丝像样内气，如今有天书功力打底，修炼速度直接翻倍，肉身也在持续变强。修炼了一晚上家传的长春功，原本单薄的内气越发浑厚了。怪事，我本以为这小子昨夜风寒加上丁字号煞气侵蚀，3天之内必暴毙，如今反倒气色越来越好，简直离谱。算了，以后有的机会。所有人听好了，近几日京城爆发惊天大案，上头极为看重，6扇门镇魔司随时会来提审犯人，甚至宫里贵人也可能派人过来巡查。所以从今日起，都给我把皮封紧了。谁要是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，别怪我不讲情面，直接扔进甲字号喂妖魔。甲字号，那是传说中关押绝世凶物的地方，进去的人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上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全部散场，各司其职。哎，陈老弟，你今天运气真不错。此话怎讲？方才王校尉盯着你的时候，我心都替你揪起来了。没想到他居然没找你麻烦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或许是我昨夜偷偷烧香拜佛，感动上天了。谁信你这套说辞？不过老王没空收拾你，全是因为城里那件惊天大案。什么案子？搞得全员戒备。是红莲魔教的圣女被抓住了。魔教圣女？没错，就是外界传言杀人不眨眼、吃人不吐骨头的红莲魔教。为了抓她，镇魔司可是下了血本。听说昨晚在城外10里坡死了好几10个高手，连镇魔司的一位银章捕头都重伤了，才勉强把他拿下。那场面据说血流成河，惨不忍睹啊！这么厉害，那关进咱们天牢岂不是很危险？谁说不是？按理这种重犯该关押乙字号甚至甲字号，可他身受重伤，一身修为被封印，上头担心他死得太早无法审问，打算暂时安置在条件稍好的区域。你丁字号虽然煞气重，但关押的只是普通江湖匪类，还算安稳。要是这魔女分到咱们这片牢房，
往后日子难高喽。张哥说的有理，我回头得赶紧烧香，可千万别把这尊煞神分到我看管区域。管他圣女魔女，只要别打扰我修炼，就万事大吉。当下最重要的事就是苟住，靠着镇域天书疯狂积攒功力，早晚能在这片天地横行无阻。虽然今天还没有新的犯人死亡，没有额外的参与度奖励，但只要坐在这里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体内的功力都在缓慢增长。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积攒功力，外面天翻地覆，都与我无关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天牢里出奇的平静，我乐得清闲，每天除了送饭、巡逻，就是躲在狱卒房里修炼。每天一睁眼就是丁，1年功力到账。镇守天牢1日，奖励1年功力，是否领取？领取。如今我成功突破9品炼皮，皮肉坚硬如同牛皮，单臂足500斤力气，距离8品1斤只差10余天积累。哪怕前世见过无数美人，这圣女容貌依旧惊艳，寻常人看一眼怕是直接丢了魂。这种级别的妖女，那是带刺的玫瑰，谁碰谁死。怎么往丁字号走？这里只关普通犯人，圣女这种重犯不该关这里啊！谁知道上头怎么安排？这下麻烦大了。大人，最内侧丁字号7号牢房，僻静无人打扰，正好关押此人。把人关押进去，24小时严加看管，一旦出半点差错，整个天牢所有人一同陪葬。是，大人放心，下官一定亲自盯着。各位慢走。真是烫手山芋。陈然，属下在。小陈，我看你这几日职位勤勉，是可塑之才。这份光荣兼重的任务交给你，今夜由你全程巡视丁字号，重点盯紧7号牢房，万万不可松懈。什么光荣任务？分明是把我推出去送死。王校尉本就想借机除掉我。属下遵命。我手握5年武力，还有镇域天书斗底，应该还能抢救一下。看着虚弱，终究是顶尖魔教圣女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随便出手就能碾杀普通狱卒。小哥哥，你身上有很好闻的气息啊。好闻的味道？不对，他是看出了我身上的气血波动。这妖女果然不简单。姑娘还请自重，此处是天牢，不是风月怡红院。小哥哥倒是风趣，我观你骨骼清奇，是100年难遇的练武奇才。只要你替我解开身上符咒，我传授你无上魔功，10年之内保你登顶天下第1高手。这笔买卖很划算，不是吗？无上魔功，天下第1，画大饼谁不会啊？我这儿还有如来神掌呢，你要不要学？不划算，我胃口小，吃不下这种画出来的大饼软饭。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挺好看的，像个粽子。你给我回来！你才是粽子，你全家都是粽子！红莲魔女关进来好几天了，预想中的审讯、围剿全都没有，所有人都刻意避开这里，连王教尉都很少露面，实在太过反常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丁字号只是关押普通江湖犯人的地方，防御薄弱，狱卒修为低微，把身负5品修为的魔教圣女丢在这里置之不理，这是想拿我们当诱饵，引红莲魔教的人来劫狱。果然，无论在哪个世界，底层打工人的命都不是命。一旦魔教来袭，我们这群狱卒就是第一批送死的炮灰。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抓紧变强，在风暴来临前积攒足够功力自保。今日先去13号牢房刷一波参与度。小哥，行行好，赏我一口吃食吧，我快饿死了。想吃东西？
想，做梦都想。想吃饱吃顿好的，想，求小哥成全。这烧鸡是给我的，拿去吃吧。犯人李静莲，鬼手，境界9品炼皮巅峰，罪孽低，状态饥饿，吃顿饱饭获得感激。参与度精算中，获得奖励半年功力，功法敛息术大成。好东西，这功法能彻底收敛自身气血境界，只要不主动出手，其他人根本看不出我的真实修为。完美，不愧是号称鬼手的男人，这功法恐怕不简单啊！有这套功法伪装，每日暴涨的功力就不会轻易暴露。这个老头身份恐怕不简单，往后可以多来打探消息。眼下先去7号房，拿红莲圣女测试一下敛息术的效果。谁？是这个狱卒？怎么回事？前几日他身上气血躁动明显，今日气息平淡的如同死人。难道他特意修炼了隐藏气息的功法？姑娘，大白天的，别一惊一乍的。小哥哥，你走路怎么没声儿啊？吓死奴家了！奴家心口好疼，你帮我揉揉好不好？心口疼是病症，得治。老娘是在勾引你啊！你能不能给点反应？小哥哥，你真不懂风情。只要你放我出去，我不但传你神功，还可以以身相许哦。犯人江梦离，前朝公主，境界5品通脉，虚弱天魔舞。前朝公主，这身份有点意思啊。不过看这情况，估计镇魔司也不清楚真实背景。不过羊毛该薅还得薅，不必白费功夫。你的媚术对我没用，况且我对老阿姨没兴趣。老阿姨？我今年才18，你全家都是老阿姨！别演了，我清楚你的底细，也明白你心里打的算盘。公主殿下，你也不想前朝遗孤这个秘密被天牢所有人知道吧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？除了教内长老无人知晓，连镇魔司都查不出来。这个不起眼的小狱卒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江梦离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卿本佳人，奈何做贼？这般绝色容貌，常年戴着面具伪装，日日活在危险之中，不累吗？手感不错，比我想象中更软嫩。你放肆！嘘，你看看四周，丁字号偏僻无人，这个时辰整条朝廊只有我值守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前来搭救。你别乱来！倘若你对我动手，红莲魔道上下必定踏平天牢，取你性命！乱来？你想多了，我对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兴趣。那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跟你说一个事实，王校尉特意把你关押在防御最差的丁字号，只派我这个无依无靠的新人看守。你没想过其中缘由？弃子，我们都是弃子。没错，拿你做诱饵，引诱红莲魔调劫狱。一旦魔调杀来，或是朝廷觉得你失去利用价值，我会当场殒命，而你下场只会生不如死。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想活下去，我也想活下去，不如互相合作。这个育才知晓我的秘密，看透朝堂算计，胆识心智远超普通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你打算如何合作？很简单，日后好好配合我，具体事宜我会慢慢告知你。此人城府极深。
犯人江梦离，红莲魔女，参与度低，奖励5记翻云掌入门。他的根基远比我想象的要扎实。谢了，我先走了。方才说的合作虽是攻心之计，但朝廷拿我们当炮灰是实打实的事实。丁字号防御薄弱，我如今9品炼皮，镇压普通囚犯绰绰有余。可一旦魔教大批高手劫狱，我根本无力抵挡，瞬间就会被碾死。必须尽快突破境界，提升实力。今日结算，身处天牢，煞气侵蚀豁免，存活1日，奖励1年功力；镇压红莲魔女有成，奖励2年功力。8品1金，我突破8品了！这门翻云掌确实精妙，如今只是入门，威力就远超普通3流武学。若是修炼至大成，威力难以想象。还没死，托大人福气，属下命应。最近京城局势动荡，红莲魔教随时可能会来劫狱。7号房的妖女，你务必盯紧，你给我盯紧了那个妖女。若是出了差错，你知道后果。属下明白，绝不敢懈慢。明白最好，好好干活，别让我失望。不过依我看，你未必能活到立功那天。丁字号的阴煞日积月累，不是普通人能扛住的，自求多福吧。自求多福？哼，我看真正该自求多福的人是你。行了，你们先回去，大爷我还要去别处消遣。王大人慢走，改日再来寻我们。谁？你可知晓我身份？我镇魔司下辖天牢校尉，9品巅峰修为，识相立刻滚，不然……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与阁下无冤无仇。大侠饶命！我家中存有500两白银，全部都给你，只求留我一条性命。500两，可笑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王校尉昨夜死了！死了？怎么会出事？王校尉可是9品巅峰武者，居然连3招都撑不住，这凶手修为到底有多恐怖？王校尉死了，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陈老弟，你才过来还不知情？这世道越来越乱，连9品修为的校尉都惨遭杀害，咱们这些底层小狱奴往后行事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是啊，太危险了，看来以后晚上不能随便出门了。王大人，一路走好。听说死者是朝廷当官的，脑袋都被人拍碎了，现场惨不忍睹。能一掌击杀9品武者，凶手绝对是顶尖高手。最近京城也太不太平了。林头，您总算来了。死者身份已经确认，是镇魔司下辖天牢丁字号校尉王虎，修为9品巅峰。
一掌震碎心脉，断绝生机。残余掌力直冲头顶，双方没有激烈缠斗，死者被凶手单方面碾压，短时间内直接毙命。头儿，您看这里，这道墙洞是掌风轰出来的。掌法刚猛霸道，内里暗藏阴柔后劲，是红莲魔教独门武学翻云掌。红莲魔教，那可是朝廷通缉的前朝余孽。若是魔教动手，为何只杀一个区校尉，直接劫狱救出圣母才合乎情理？或许王虎身上藏有秘密，或是挡了对方的路。来人，立刻上报府衙！让开！全部让开！镇魔司办案。林捕头，借一步说话。这案子的处置权我镇魔司接了。林捕头，这桩案子能否交由我镇魔司全权处置？命案发生在我六扇门管辖地界，按规矩该由我们先行勘查。死者是我镇魔司下属，案件牵扯红莲魔教，上头专门要求我们全权接受彻查。此案背后牵扯极深，林捕头前途光明，没必要卷入这趟浑水。既然是上层命令，我不便阻拦。后续若是需要线索配合，镇魔司可随时派人联络六扇门。多谢林捕头体谅，改日我做东，请您喝茶。头儿，我们就这样把案子交出去了。赵无极平日里向来高傲，今日刻意示弱退让，足以说明他们心中忌惮，害怕我们挖出隐藏的内情。传令下去，暗中走访调查王虎生前所有往来之人，切勿惊动镇魔司。另外分派人手，全天候盯守天牢。王虎任职天牢，线索必定藏在那里。是。镇魔司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哼，又有经验包要刷了。吃饭。断头饭！我李飞纵横江湖20年，踏遍大内侯府，到头来居然要死在这种阴寒鬼牢里！你最好离我远点儿，沾上这天牢的血气，你也活不长。小狱卒，年纪轻轻何必困在这天牢卖命？此地煞气持骨，就算武者久居也会折寿。你印堂发黑，怕是活不了多久。说不定咱俩黄泉路上还能搭伴同行。多谢你的挂念，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比你活得久一点，至少能给你收尸。寻常人听见这话，早就暴怒动手，你倒是淡定，有点意思。时辰到了，上路吧。小子，送你一句话，这天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，不想死就早点滚。天牢水深。囚犯李飞死亡，参与度结算中，获得奖励轻功云水步。这套云水步追求极致爆发速度，步伐诡异飘忽，隐蔽性拉满，搭配大成敛息术，堪称一人保命神技。好轻功，有了这门轻功，在这天牢里保命的把握又大了几分。你看起来心情不错。还行，刚送走了一个朋友。狱卒与阶下囚也能做朋友？为何不能？只要有价值，谁都可以是朋友。那依你看，我身上有值得你图谋的价值吗？当然，前朝遗孤公主，红莲魔教圣女，你的分量胜过这天牢所有囚犯加起来。你到底打算做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问问你们的人什么时候动手。你这是害怕了？怕？我只是想提前做个准备，毕竟我还不想死。放心，很快就会动手。这座天牢马上就要彻底变天，到时候可千万别死在动乱里。我还想亲眼看看你究竟能走到哪一步。借你吉言。变天吗？陈然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们这里又新来了一个校尉，
说是一会儿全体要上校场集合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大家辛苦了，以后都是自家兄弟，好酒好菜管够。往后咱们同在丁字号当差，有福同享。多谢校尉体恤，我等定誓死追随校尉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天牢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突然冒出和善上司，本身就疑点重重。7号房红莲魔女为重刑要犯，你一人看护太过劳累，我特意安排何万、刘海峰2人协助你一同值守，多2个人搭伴，我也能安心。多谢校尉体恤属下。听听，多贴心，哪里是协助看守，分明是派2人全先监视我。若不是朕与天书护体，心态稳如老狗，恐怕早就感激涕零，纳头便拜了。何万是个老油条，在天牢混了10几年，最大的本事就是偷奸耍滑。刘海峰是个年轻人，入职不到3年，平日里沉默寡言，但这几天他有点不对劲。陈哥，还没休息？有事？是这样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想去趟茅房，可能时间比较久。你也知道，这天牢里阴气重，我这老毛病又犯了，所以想让你先顶一会儿，等我回来，后半夜我全包了，让你睡个好觉。肚子疼，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吧？既然他想演戏，我便配合，正好看看他背后谋划什么。行啊，刘兄弟身体不适尽管去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可别憋坏了。多谢陈哥，多谢陈哥，改天请你喝酒。等等，刘兄弟，夜里天牢石板路滑，走路千万小心，别一不小心摔进深坑，再也爬不出来。陈哥说笑了，我会多加留意。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非要作死，我也拦不住。当前功历24年，功法翻云掌精通。24年功力加持，哪怕基础长春功，威力也远超寻常武者。来了。下手干脆利落，凶手和何万相熟识，才会让他毫无防备。整个丁字号除了我，只有刘海峰能做到。果不其然，内鬼就是他。他杀了何万，夺走钥匙，目标不是越狱，是去释放关押的重犯。老子终于重获自由了！杀光这群走关狱卒！比我预想来的更快。看来你的魔教同伴已经来接应你了。你不跑？逃走？这里本就是我的地盘，我为何要逃？况且我还没拿到今天的奖励呢。这里还有一名狱委，杀了他报仇！别让他跑了！今日结算，身处天牢，煞气侵蚀，存活1天，奖励1年功力，累计功力25年。抢钥匙，放人！小子，下辈子投胎记得别当狱卒。这么快就打起来，那个小狱监这下怕是活不成了。虽说他说话总惹我生气，但也算个有意思的人，可惜了。点子扎手，一起上！不好！对付这群废掉武功的囚犯，单凭云水步和浑厚内力完全足够。要是使用红莲魔教的翻云掌，肯定会引来麻烦。若不是我修炼的功法太过寻常，恐怕过不了多久就能打破枷锁，拜入下一境境界。没有丹药，没有功法，没有药浴，光靠长春宫1年苦修下来，确实还是慢了。外面的动静消失了，这么快？难道那个小狱卒已经被杀了？不对，如果是狱卒被杀，那些囚犯肯定会欢呼庆祝。可现在外面死一般的寂静，发生了什么？难道是暗中高手路过出手救人？
全体快速包围丁字号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走，封锁所有出入口，注意搜查牢房。来得好快，不能留在这里了。虽然我是狱卒，但这几具尸体的死状太过惊人，若是被有心人查验，难免会暴露出实力。所有人分散警戒，仔细搜查每一处角落，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头儿，这人是黑狼，早年练外门横练，寻常刀剑根本伤不透他，现在胸口直接塌了一大片。头儿，长廊深处碎尸堆里还有活人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丁字号值守狱卒陈然。方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刘海峰是内鬼，他杀了何大哥，拿钥匙打开牢门，放了那些犯人。然后呢？我当时在长廊另一头巡逻，听见动静赶过来，就看到他们大肆屠杀。我打不过这群穷凶极恶的犯人，只能钻进碎尸堆装死。这些犯人又是被谁杀死的？我躲在底下，完全不清楚，只听见外面接连传来砰砰的撞击巨响。没过片刻，犯人的惨叫就全部消失。等外面彻底安静，我才敢爬出来，只瞥见一道极快黑影一闪而过，根本看不清样貌。看来没有人动过。六扇门的人动作倒挺快，不过天牢是我们镇魔司的地盘。天牢发生暴动，死伤惨重，六扇门负责京城治安，自然有权介入。赵百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红莲魔教的人呢？回大人，里外搜过了，没有发现魔教踪迹，牢房完好无损。一群没用的！这群红莲贼根本没想今夜劫云，制造这场动乱只是声东击西，纯粹用来试探我们的防备虚实。整片丁字号就你一个活口？回大人，只剩小人一人侥幸存活。九品炼皮，有点底子。让大人见笑了，家传的粗浅把术，在这地方保命用的。王校尉死了，现在又出这档子事儿，丁字号不能没人管。既然你是丁字号唯一活下来的老人，有点身手，从今天起，这丁字号暂时由你负责看管，别再给我出乱子。小人遵命，必定死守丁字号，绝不让大人失望。所有人撤离。你叫陈然？是。刘海峰的事，六扇门会追查到底。你既然接管这里，好好干，自己小心。总算是蒙混过关，镇魔司的人比想象中难糊弄啊！看来你的同伙不太给力呀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没把你救出去。他们不傻，镇魔司既然敢把我关在这里，肯定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刚才那点动静，不过是投石问路罢了。倒是你命真大，那种情况下还能活下来，甚至还升了官。不过这种运气可一不可二，下次他们再来，恐怕就是动真格的了。到时候我这个看守，怕是第一个就要被记起。你特意过来跟我说这些，想干什么？我想活命，你也不想死在这里吧？给我个暗号或者信物，让他们别急着动手，或者换个方式。你不怕死？怕，但坐以待毙，死得更快。长春客栈天字号客房，去找一个名叫柳三娘的女子，告诉她这个。懂了，等着吧。有这条线索在手，既能稳住红莲魔教，又能周旋镇魔司，两边都能捞取好处，绝不把筹码压在单一一方。还没死呢。方才所有人都趁乱出逃，你怎么没跑？我这条腿早就废了，跑出去也是被巡逻官兵当场处决，留在牢里至少还能多活几日。陈小哥，等一等！这是我毕生的心血，我纵横了江湖多年，里面隐藏着我的所有传承。这是什么？分别为练习术、归息功两门功法，练成之后不仅能隐藏气息，还能假死闭气，甚至延年益寿。
为什么要给我？我这辈子算是废了，这东西留在我手里也没什么用了。陈小哥，你是个好人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以后能不能给我送点好的，不用大鱼大肉，哪怕是热乎的饭菜也行。我不想做个饿死鬼。犯人李四鬼手，罪孽轻微，状态残疾、衰老，心愿安度晚年。成交。多谢陈小哥。交易而已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布条标注埋藏地在城南废弃院落，等外出找柳三娘时顺路取出功法。如今朝堂、魔教两方势力拉扯，局势越来越乱，单纯闭门苟活远远不够，必须学会借力周旋。乱世同样是我的机遇，但前提是保住性命。听说昨夜红莲魔教劫狱，丁字号死了2个人，何万跟刘海峰全都没了性命。传闻是陈小哥一己之力守住7号圣女牢房，配合6扇门平息动乱。咱们以前都小看他了，以前他就是个体弱不起眼的小狱卒，谁能想到深藏不露啊？陈哥，这个力道合不合适？左边肩膀再加重一点。陈哥，您昨晚真是神勇无比。以前是兄弟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我计较。昨晚大家都受惊了，拿去买点酒，压压惊。多谢陈哥，多谢陈哥。行了，干活去吧，我出去办点事。陈哥慢走。果然是敛息术和归息功。听说没？黑风寨雷老虎栽了！早就传开了。昨夜6扇门林捕头直接把他像拖死狗一样押回来。雷老虎可是7品巅峰高手啊，怎么这么容易被拿下？听闻林捕头半路偶遇劫道的雷老虎，仅仅3剑就挑断他手脚筋，7品在他面前根本不值一皮。昨夜天牢暴动，林晚没能抓到魔教主力，半路撞上雷老虎来泄愤，难怪今日他一身杀气。住店还是打尖儿？有人让我给您带句话。去，哪儿来的野孩子？别挡着老娘做生意。有人让我带话：一壶老酒温3遍，不要红皮，牛肉切薄透光。这是红莲魔教的最高级切口，温3遍，3阳开泰，圣火不息，不要红皮，去伪存真，牛肉透光，心如明镜，绝无二心。传话的人在哪儿？疼，那人给了我糖葫芦，让我说完就去后巷。出来！他们这是在警告他们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试图劫狱。难道是圣女传出来的消息，还是陷阱？没有任何气息。对方是个高手，起码在轻功和联系术上远在我之上。不管是谁，既然对方给出了这个信号，那就说明圣女暂时安全。这招投石问路效果不错，利用小乞丐传话，自己置身事外，既把消息送到了，又保持了神秘感，
震慑住了这帮魔教徒。谁能想到京城脚下就有红莲魔教的眼线？这京城水比想象的还要深。不过水越浑才越好摸鱼，只要我不露头，谁能想象到搅动这滩浑水的会是一个小小的天牢狱卒？坐镇1日，奖励1年功力，当前累计功力50年。长春宫只是底层养生功法，缺少断骨心法支撑，纵使50年内力，也无法支撑我完成从炼体到断骨的质变。虽然没能突破，但50年的内力修为已经让我站在了8品巅峰。丁字号关押的都是些不入流的货色，想要高阶功法，必须往深处走。陈然，之前丁字号暴动，死了2个狱卒，跑了10几个犯人。哼，唯独你负责的这片区域一个没少，还当场击毙了3名试图越狱的重犯。以你的功劳，若是想去镇魔司谋个差事，本官可以为你引荐。那里虽然危险，但资源和地位远非这阴森的天牢可比。校尉大人抬举了，属下自幼胆小，这辈子就想在天牢混口饭吃，守着这几间牢房心里踏实。官场上的那些弯弯绕绕，属下脑子笨，实在转不过来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心里踏实。既然你喜欢守牢房，那本官就成全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丁字号的狱卒领队，统领这片区域的所有狱卒。另外，丙字号那边最近不太安生，缺个管事的，你兼着丙字号的监察权，负责每日的巡查和送饭。谢大人提拔，属下定当尽心竭力。这里杀气太重，咱们快点送完饭离开吧。姓名雷老虎，境界7品巅峰，重伤，罪孽值深重，屠戮平民，劫掠商队。给老子把这破链子解了，再弄2斤熟牛肉，1坛高粱酒。等老子出去了，保你做黑风寨的4当家，金银女人随你挑。否则，老子第一个把你这细皮嫩肉的小子剁碎了喂狗！雷大当家，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。丙字号的规矩，重犯入狱先过3道刑，杀杀威风。我看雷大当家精神头这么好，想必是之前的刑具不够劲儿，再加2道剔骨钩，帮雷大当家松松筋骨。你敢！你给老子等着！我黑风寨的兄弟已经进京了，他们一定会来救我的。劫狱，让他们尽管来。审讯囚犯雷老虎，参与度提升，获得奖励功法黄虎刀法。姓名大忌、小忌，境界9品，罪孽值浅红，生平双胞胎骗子，因分赃不均暴露被捕。官爷，行行好，给我们口水喝吧，我们已经渴了大半天了。姓名苏远山，境界无，罪孽值白，生平原大卫御史，因弹劾权臣勾结魔教，反被诬告入狱。苏大人，吃饭了。老夫已非大人，小哥称呼真名便是。这丙字号关的都是杀人放火的魔头，苏老一介书生可待得惯？心中无鬼，何处不是清净地？倒是小哥你
年纪轻轻便在这阴森之地当差，可惜了。在这吃人的天牢里，这种颜色比金子还稀罕。清净地留给苏老，我这种俗人只想要点实在的。江圣女，这是我升任头领后特意托人从外面带进来的。这监狱里的馊饭哪有这东西香？陈然，你故意的。我不过是吃顿好的，江寿女何必这么大反应？卑鄙小人！逗你的，吃吧。这地方规矩严，若不是我提了职，这东西根本带不进来。吃完了洗洗，堂堂红莲圣女，弄得跟个小花猫似的。陈然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更烈的修行功法，普通功法太慢了，我等不及。哼，红莲魔教的高级功法，你敢练吗？在这天牢里，没什么是我不敢做的。这是红莲业火经的总纲，若是修炼之差错，可会引火烧身，灼烧经脉，走火入魔。你怎么可能？我给你的明明只是残篇，常人根本不可能直接修炼成型。多谢。这股气息，怎么可能？好强的内力波动！昨夜那股动静，就是从这附近传出来的。回大人，属下昨夜正在职房歇息，只听得一声巨响，震碎了窗户纸。属下赶来查看时，走廊里全是白烟。丙字号关的都是重犯，若真出了岔子，你我这颗脑袋都保不住。去雷老虎那儿看看。李长风，你这笑面虎，有种就给老子个痛快！雷大当家，这天牢的饭菜虽然粗糙，但胜在管够，何必急着寻死？林捕头，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阴森之地了？是你？见过林大人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天牢暴动是你提供的内鬼线索。王校尉死在巷子里，全身骨头碎了大半。我记得你以前在他手下过得并不如意。王大人遇害，属下也深感意外，只能说世事无常。如果有线索，随时告诉我。雷老虎，黑风寨劫掠的那批官银藏在哪儿了？
想知道官银在哪儿？过来亲老子一口，老子就告诉你。够劲！老子就喜欢你这种带刺的。等老子出去了，定要纳你进山寨。这，陈头领，这雷老虎交给你了。镇魔司的手段我略有耳闻，3天之内我要知道官银下落。属下定当尽力。陈然，林捕头既然开了口，你就多费点心。这雷老五皮糙肉厚，普通手段怕是不行。官银藏在哪里了？还不说？你这个狗官！等一下，等等，参与审讯重犯雷老虎，参与度提升，奖励1年功力；坐镇天牢1日，获得1年功力。当前功力53年。摊子回话了，大哥被关在丙字号，负责看守的是个叫陈然的小头领，刚提拔上来的。一个小头领，直接杀了便是，把大哥抢出来。天牢守备森严，硬闯是送死。明天晚上等那陈然出牢房，咱们派几个手下截住他，先吓唬吓唬，再给点甜头。听二哥的。换班时间到。陈头，慢走。老板，来3个肉包。陈然，丁字号新头领，现在监管丙字号。你最近在牢里混得挺滋润啊。以后牢里有什么消息，你负责往外传。如果有人想对雷老大动刑，你想办法拦着点儿。敢出半点差池，老子手底下兄弟直接把你切碎了喂狗！就50两，嫌少？我好歹是个头领，你们拿底层狱卒的价格来买通我，是不是有点不尊重我这个职位？得加钱。老大，别跟这小子废话，先打断他2条腿。你们动手前都不打听打听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前几天天牢的王校尉就是死在这条巷子里的，就在你站的那个位置，脑袋被人拍得稀巴烂。敢吓唬老子，废了他！谁派你们来的？二当家，是黑风镇2当家薛老二，还有3当家，他们藏在南城春风楼，大爷饶命啊！不错，这一次我不杀你。好巧，又见面了。你不讲武德啊！
哪有这样贿赂人的？不愧是匪徒出身。南城春风楼又要加个班喽。那4个废物，办点小事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杀个底层狱卒，按理说连半炷香的功夫都用不上，会不会是在街面上动手，惊动了巡街捕快，被6扇门给铐走了？哼，如果那几个蠢货真被抓了，咱们也得赶紧换地方。大哥还在牢里关着，不能再出岔子。二哥，你在这儿歇着，我出去看看风声。官府的高手！林捕头，尸体在前面。黑风寨的2当家薛老二，楼上雅座里还有一具尸体，是黑风寨的3当家，那死状更惨，整个胸腔都瘪了。是同一个人。把尸体带回6扇门，立刻备马去天牢。饿了吧？今天怎么这么好心，加餐了？外面下雪了，看你可怜。你身上的气息比前几天更沉稳了，看来那本功法你练得很顺利。还凑合。打开。林捕头，大半夜的来探监，查到老子把官银藏哪儿了？你的黑风寨完了！吓唬老子！我2弟3弟都在外面，手底下有好几百号兄弟。薛老二和老三死了，1个时辰前，城南春风楼2人被当场击毙，一掌碎胸，一击断骨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你放屁！不可能！谁能把他们一招打死？不可能！弃子，他们在杀人灭口。谁在灭口？官银案根本不是我们干的，是上面的大人物，他们监守自盗，吞了官银。老子和黑风寨只是个顶包的黑手套。指使的人是谁？不知道。接头的人戴着恶鬼面具，武功极高，官银根本没运出京城，还在城里。立刻回衙门调出近半个月出入京城的所有货运将踪。是。林婉走了，你大块头全交代了。官场的事比魔教更早。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，跟我们平民百姓无关。继续交。哼，红莲业火经后续太过危险，你继续修炼只会走火入魔。没事儿，我不在意。足天阳胆经，转其满，入日月，气沉丹田，烈火焚心。江师傅教的不错，明天给加个鸡腿。你再乱叫一句试试。明天见。坐镇天牢，获得1年功力，累计功力55年。并字号天牢。苏大人，用饭吧。小兄弟，你来天牢多久了？也有1年了。老夫阅人无数，
你脚步沉稳，气息绵长，绝非池中之物，为何甘愿在此做一个卑微狱卒？外面太乱，天牢包吃包住，多好。可天下大乱，朝廷内忧外患，又能撑多久？苏大人谨言慎行，天牢里也不能乱说。雷老虎，你敢告命？别杀我，我什么都没说。还有人？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绝对不说，大爷饶命！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。囚犯丙9雷老虎死亡，罪孽深重，结算参与度高，获得奖励3年功力，获得奖励狂虎刀法心得精听。来人，有刺客！怎么回事？我刚给苏玉神送完饭，听到这边有响动就跑过来，看到那黑衣人杀了2个兄弟，正要杀雷老虎，结果雷老虎突然挣脱出来，跟那黑衣人激战在了一起。这是雷老虎的狂虎刀法，有人要杀人灭口，是谁派来的呢？你来的时候就只有刺客1个人。是，只有他1个。没你的事了，最近小心点，别到处乱跑。凡铁终究是凡铁，承受不住7品武者的内力灌注。看来得想办法弄把好刀了，总不能每次遇到硬茬子都用巴掌去拍，容易弄脏衣服。昨夜有刺客潜入天牢，杀了我们2个兄弟，还灭口了重犯雷老虎。我不希望这事儿跟咱们的人有关。百户大人，这些都是底层的杂役，不可能有那种身手。看那刺客的伤口是被雷老虎的狂虎刀法给毙命的。那刺客身上没有留下任何表明身份的信物，摆明了是死士。关键案牵扯甚广，告诉你们的人都把嘴闭严实点。下官明白。苏大人，吃饭了。昨夜虎啸风生，碎铁成泥，小兄弟的刀法好生霸道。苏大人听错了，昨晚只有雷老虎杀人的声音。老夫虽然不修武道，在这朝堂上摸爬滚打了40年，识人的眼光还是有的。你这身气血之狂盛，远超常人。你身上有一股极其暴虐的业火之气，若不加以压制，不出3年。你想杀我？老夫肉体凡胎，你1根手指就能碾死我。但你谁来教你压制业火的法脉？苏大人的意思是，武者修身，儒者修心。老夫身无长物，唯有一身浩然正气。此气不修肉身，却能克制世间一切邪祟心魔与戾气。老夫时日无多，你若愿意学，老夫便将浩然静心诀传授于你，全当是结个善缘。好。好东西。吃饭。你杀人了？杀了只老鼠而已。你离我远点儿！怎么了？你身上怎么有一股让我作呕的酸乳味儿？你到底修炼了什么鬼东西？江姑娘，这可是堂堂正正的浩然之气，专克邪魔歪道。我看你最近火气挺大，不如我多靠近点，帮你去火。滚！他身上那股恶心的气息，竟然能完美克制我的红莲魔功。饭放这儿了，趁热吃。这浩然静心诀果然是极品辅助功法，完美压制了暴虐之气，连带着对于精神攻击也有减免作用。只是
功法的问题解决了，兵器的问题却依然棘手。陈哥，陈哥，坐，我就是来看看。陈哥，我可想死你了。我就是找你问问话。咋了，陈哥？这外头铁匠铺的刀剑太脆了，不经用。张哥，你路子广，知道哪里能弄到好货色吗？普通铁匠铺只有凡铁，想要好东西得去鬼市。鬼市，城西永安局下面，只要有银子，神兵、军弩、绝毒都能买到。不过那地方黑市常态是深得很，你去了千万低调。多谢提醒。连着看了5、6家，掌柜拿出来的所谓百炼干刀、精金剑，全都是一捏就碎的破铜烂铁，难道就没有能用的好刀？好重！这把看起来不起眼的黑刀，重量竟然超过了1000斤，吸收了我5成真气，连一丝裂纹都没有现，甚至将我那狂暴的内力完美的包容吸收。好东西，看上了。这破铁疙瘩怎么卖？500两。掌柜的，你这刀连刃都没开，重的像块石头，除了拿来压咸菜还能干什么？50两，我要了。古木刨出来的，融都融不掉，少一个子儿都不卖。成交。财神爷呀！老大，这小子面生，身上绝对有大货，跟上去做了他吗？这小子敢诛神一人，在鬼市漏这么大的财，步伐又这么稳，说不定是个硬茬子，咱们还是小心为妙。哼，硬茬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白脸能有多硬？黑市里面不能动手，出了门就是生死有命。走，跟上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小子，生面孔吧？敢在鬼市漏这么大的财，连命都不要了？把身上的银票还有背上的东西全都交出来！老子今天心情好，留你去全尸。老大，这小子细皮嫩肉的，不如扒光了转手卖几次，再送他上路。唉，这个世道，我正愁买刀花光了积蓄，你们上赶着送钱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找死！好刀！一刀秒了青蛇帮老大，快走，这人惹不起！不仅刀钱回了本，还净赚300两。钓鱼执法，黑吃黑，果然是古往今来发家致富的最快捷途径。陈大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张文，外面这是怎么了？大半夜的过年了，出大事了！六扇门的那个林神捕简直是疯了，顺着雷老虎的线索抄了西城区几10家暗宅商铺，连几位朝廷官员的私宅都抄了，顺藤摸瓜挖出一张惊天大网。这几天押进来大几10号犯人，饼字号都塞满了。这林神捕真是活脱脱的母阎王，抓进来的全是硬茬子。陈头，您笑什么？这么多重犯，以后日子可难熬了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咱们天牢越来越有人气了。李校尉之前说过，饼字号的谎职权现在归我了吧？是啊，陈头，我去给新来的驻官们送点温暖。